虽然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送外卖的标配是电瓶车，但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内卷，新能源汽车价格越来越低，越来越多的外卖员开始尝试用小电动车甚至 A 级轿车跑单。而这其中最实用的一类，恰恰就是价格控制在10万元上下，轴距超过2600毫米的纯电车型。用电动汽车送外卖不仅仅是图个遮风挡雨，更多人看重的是一辆纯电车跑一天的电费可能只要10来块，续航能轻松覆盖一天300公里的需求。车里有空调，有座椅，能躲雨，能吃饭，甚至能小憩一会儿，比挤在电瓶车安座上强太多了。而且关键是，这样的车还能一车多用，不跑外卖的时候可以顺带接几单滴滴，甚至拉闪送，跑顺风车也算多拉快跑。很多司机把这种方式称为平台联合运营，不靠一条腿走路，而是3、4个平台轮番跑，收入更稳。当然，真要选择一台既能跑外卖又能跑滴滴，又满足轴距超过2600毫米，还要控制在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汽车，其实并没有那么轻松。目前市面上符合这些硬性指标的车型并不多，你想想，10万元的预算本来就捉襟见肘，还要轴距长，这说明必须是 A 级甚至 B 级轿车的底盘，再加上续航不能太短，品牌还不能太冷门。但不怕我们绕开那些花哨的智能炫技车，直奔实用，还是能找到那么几款能干活的电车的。如果你不介意考虑二手车，那比亚迪秦途 S1B 几乎是最稳妥的选择之一。这款车轴距是2718毫米，平台兼容性强，全国几乎所有城市滴滴快车都支持它注册。而在外卖场景下，它的空间让你放外卖箱轻松不说，后排还能当个短暂的休息区。用过的司机都说，它的刀片电池是真靠谱，不容易衰减，用3、5年电池状态仍旧稳定，不像某些续航打骨折的国产小车那用着糟心。现在秦途 S1B 的2022款二手车在各大平台价格基本在9至10.5万之间，取决于公里数和车况。如果你能淘到一辆跑得少、无事故的准新车，几乎就是平台用车中的黄金标配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它品牌够响，空间够大，续航够稳，跑滴滴也能上，跑外卖也能装，而且比起新车，它已经完成了最陡峭的折旧期，你买来直接干活，就只剩挣钱了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那种看起来大一点的车型，比如广汽埃安5i。这台车的轴距有2750毫米，实际上它更像一台 mini MPV， 车内空间是公认的夸张，座椅可以放平成床，对于需要在车里吃饭午睡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个流动休息室。如果你跑的是商圈类外卖或者中高端顺风车，乘客一上车看到这种空间，评分一般都不会低。不过埃安5的价格新车稍高一些，即使部分低配特价车做到11万落地，也勉强踩线。如果你有10万元的预算，建议去找一台跑了1至2年的二手埃扬5i，价格就在你的射程范围内，而且很多带快充和510千米续航的版本已经降到10万左右了。重点是这款车的外形新潮，内饰年轻，很适合想在平台上树立高评分的司机形象。还有一个冷门但可选的路线，那就是吉利旗下的银河 E5。这车虽然品牌热度没有比亚迪高，但背靠吉利，可靠性、售后网点都还不错。它的轴距是2750毫米，刚好达标，车身比例协调，后备箱空间也大。如果你每天需要送团餐，装多个保温箱，它也能应付。吉利银河 E5 老款目前的标准续航版本优惠后不到10万落地，价格不算贵，平台合规也没问题。但它最大的问题在于配置偏低，智能化体验比较基础，可能更适合那种求稳重视的司机。如果你想要霸气，还能适应各种路况的车去跑滴滴和外卖，奇瑞 iCar-V23 可能适合你，它的轴距也符合要求，官方定价从9.98万起，最基础的301两驱青春版到10.98万401两驱进阶版，再到13.98万顶配4驱501版本。这车外观看上去像方盒子加老军车混搭风，车身不大，是真的只有4.22米长，可轴距却足足有2735毫米。后排空间虽然不像 A 级轿车那样宽，但坐2个人放几个外卖箱，休息或吃饭都够用了。它的离地间隙高达206至210毫米，接近角近43度，离去角41度。这个数据对跑外卖来说其实也有用，特别是在雨天有积水、道路坑洼时，底盘抗磨损性不错，不容易蹭底盘。但如果你跑外卖兼接滴滴，主要在2、3线城市商圈固定区域，iCar-V23的复古个性
快充续航、底盘高度、轴距长度、入门价格正好都吻合，而且它底盘扎实，风格醒目，平台乘客印象好，容易给评分加分和溢价小费，尤其适合年轻司机或喜欢有辨识度的小车主。如果你觉得秦 Plus 太常见，银河 E5太普通，iONY 太笨重，iCar V23又太个性，那你真可以看看小鹏刚出的这台 Mona M03。这车原本是滴滴牵头做平台专用车的项目，小鹏接手后干脆打造成新品牌首款量产车。它不是那种凑合干活的便宜电车，而是真正从空间、智能、效率出发，为平台司机量身打造的工具车。你别看它外形像个流线型的掀背轿跑，车身不长，但它的轴距竟然做到了2815毫米，比秦 Plus、海豚都长，后排空间直接拉满，3个人并排坐不挤，腿部空间绰绰有余。加上掀背尾门，开口大，举物方面，不管你是送外卖、拉团餐，还是跑顺风车装行李都没问题。它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智能化，小鹏家一直在这方面有优势。M03 搭载8155芯片，语音控制非常顺滑。续航方面有2种版本，515公里和620公里。城里跑单实测都能跑出400公里以上，快充30分钟不到80%，对于早晚高峰中午补电刚刚好。就算你一天早晚各跑一场，也不用担心电不够用。价格方面，官方起售价11.98万，很多地方实际能谈到11.5万左右落地。比起一些10万出头的工具车，它贵一点，但空间大、续航稳、智能强、乘客体验好，评分自然高，平台派单也更积极。现在有些城市的滴滴平台注册还在逐步开放中，1线城市基本都能上。如果你是打算跑3年、5年，不想每年折腾换车，那 M03 真的是个省心又赚钱的选择。小鹏 Mona M03 不是最便宜的，但可能是最懂平台司机的电车。它既能跑也能躺，还能给你省下不少电费和时间。如果你跑的是城市，送的是活，想要舒服点干活多赚点，那它值。最后说一辆车，不提名字，你可能都想不到它适合干活，那就是比亚迪海豚。是的，那个看上去圆滚滚、有点萌系风格的纯电小车，实际上已经成了不少城市平台司机的秘密武器。为什么说是秘密？因为表面看它像是年轻人买菜、上下班代步的小车，实际上这车的续航、空间、稳定性和能耗，在跑平台这种高频高压场景下，表现比想象中强很多。先说最重要的尺寸，你可能以为海豚空间小，其实它的轴距是2700毫米，直接碾压一堆紧凑型轿车。它后排空间虽然不是豪华型那种葛优躺水平，但对于跑外卖和送滴滴短途来说，乘客坐着不会抱怨压抑，后排放个保温箱也不费劲，司机自己坐着也舒服，腿伸直不顶胯，座椅支撑也够，不像有些硬速可小车坐久了腰酸背痛。而且说到电池，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不用我多讲了吧？这年头谁跑平台不看电池耐不耐用，衰减快不快？海豚的电池稳定性非常高，500多公里的续航版本，在城市里哪怕开空调，载人、低温天气，实际跑个400公里是没啥大问题的。对于一天只跑200公里左右的司机来说，甚至可以2天一充，这就意味着你白天晚上都可以冲着单跑，不用因为电量焦虑提前退出，更别说它省钱。100公里平均下来也就花个10度电，按商业快充0.8元，1度算也才8块钱，民用慢充就更便宜了。如果你跑的是市区外卖加短程滴滴，一天200公里，10几块的电费跑下来净赚还是很稳定的。你想啊，一天下来挣个500-600，电费才10几块，这不是性价比是什么？综合来说，其实10万左右真正满足轴距超2600毫米，平台能上，空间实用，续航靠谱这几个条件的电车不多，你再加上新车为前提，选择面就更窄。所以我们才会强调，要么买吉利银河 E5 这样的实用型新车，要么就考虑秦 Plus、iONY 这些口碑成熟的二手车，不用去碰那些空间小、平台不合规、续航缩水厉害的小车。那些车也许便宜，但3天2头出问题，耽误跑单，那不是省是亏。在跑平台这件事上，电动汽车本身就已经是省钱的利器，而你选对一辆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赚钱武器。别看有的人笑话说开什么车去送外卖，但只有真正干过的人才知道，一辆能让你在风雨中躲避片刻，有地方吃饭，能让你少充一次电，少出一次故障的车，那可不是面子工程，那是生存效率，是挣钱节奏。所以是的，有人正在用电动汽车跑外卖，不仅有人，而且不少人，而且他们不是在玩情怀，是在踏实干活。在城市越来越智能，
能源越来越清洁，就业形势越来越灵活的今天，一辆10万元出头的纯电动汽车，能让你做个体面外卖骑手，也能做个接地气的滴滴司机，更能帮你在这城市的钢铁丛林中赢得自己的生存方式。如果你还在犹豫，不妨试试用这个视频推荐的几台车去跑一天试试看，可能你会发现，跑单的世界也可以从容而有尊严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欢迎点赞、关注不迷路，咱们下期再见。